到 Indie Game Award 2026获奖团队专访。那在我身旁的是 Smelly Frog， 他是这次最佳学生游戏的获奖者。你好。那首先要请你来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你的作品《阿国大冒险：漂流之空》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？我叫阿轩，《阿国大冒险：漂流之空》它是一个2D 平台的游戏，它具有一个非常复古的元素，从美术、画面到音乐都是采用这种红白机风格去做设计，对，去做设计。那应该看得出来，它是以星之卡比或是超级玛丽这类的游戏去做原型，因为阿郭他在游戏里可以跑、可以跳，并且可以吐出舌头来吃掉敌人，或是把它吐向其他敌人来击退他。那以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去闯关。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灵感，让你决定你要来开发这么样的一款作品？然后在学生阶段，你开发这样子的作品是有什么考量吗？还是纯粹你的喜好啊？老实说，我就是喜欢2D 平台，所以我喜欢玩。然后我觉得开发这种游戏我也很喜欢。你就是很 enjoy 在制作这样子的游戏。对。为什么会取名阿国大冒险？就是你就是阿国吗？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知道这很容易搞混，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青蛙，连游戏角色也是要青蛙。那我不是阿国，他比较像是我的儿子。所以你叫 Smelly Frog， 然后这个角色就叫 Froggle， 因为 Froggle 就是有点小朋友的感觉。在游戏的核心机制、世界观设定，你是希望玩家可以透过这个游戏体验到什么样的感受，或者是你有设计什么样的惊喜在里面？我希望他是可以感觉出来，他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慢慢的移动的。游戏里的世界观，它是一个被一棵大树撑起来的空岛。那我希望玩家感觉到它的庞大。第2关里面，它是一个城镇的场景，然后我把这棵树就放在那个背景后面。目前在 demo 里，这棵树在背景总共出现2次，不过我是希望它在这个岛上的每一关都多少有出现过。所以他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背景，对，然后就会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样子的场。对，我是希望他对这个地点是很有印象的。对，这跟后面的游戏的玩法有一点关联。那在资源上跟时间上一定有相对的有限的状况，或者说你在制作这个游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，然后你需要去克服它？如果要讲时间的话，老实说，我本来就是很慢，我喜欢慢慢来，所以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多做顾虑。那如果有一个瓶颈或是困难真的要说的话，那可能就是音乐的方面有一种不确定性。老实说，不久以前我的音乐能力就是我好像做得出音乐，又好像做不出来。然后同一首歌有可能会想很久，然后做出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就给一种很不确定的感觉。那就是接下来到底这个区块到底要怎么样？是要外包还是想办法自己硬盯？那就是因为自己想办法硬盯，所以才是给我这么多困扰。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自己去专精那一个去挑战的方面的能力。我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比平常更会听音乐，像是游戏音乐、原声带之类的。然后除此之外，我还去稍微摸了一下音乐理论。这好认真，所以你会弹一些乐器吗？我原本不会，但是我为了这件事情，我去买了电子琴。好用心哦。那想了解，就是在开发过程中，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角色或是功能是你想的最久，然后你思考最深，然后改最多次？老实说，对于游戏的每个部分，我都觉得我想了很久。我觉得想最久的就是如何给玩家一个惊喜感，因为我相信大家可以同意2D 平台这个游戏类型已经算是过度饱和，然后感觉可以有尝试的 idea 都已经尝试过了，留住玩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很大的挑战。然后可能大家看我这次的 demo 又好像很正常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demo 它其实就是线性关卡制，然后就这么5关。那我觉得玩家玩了 demo 也可以很合理的认为一整个游戏都会这样，但如果它不是，就会有惊喜。对，但这就是要留给玩家自己在这个试玩的过程中去发现这些惊喜。对。好，那就请观众们、请玩家们，就是赶快玩起来。那因为《阿国大冒险》中的这个漂流之空的意象，它对我来说非常强烈，在视觉上面的呈现或关卡的设计上，你是如何营造这种冒险感？然后是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有受到一些游戏的启发，那你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受到这些启发？
那阿国大冒险漂流之空，它的漂流，它的意思比较不是漂浮，而是流浪。那这边就跟后面的游戏进行有关系。流浪就是指不知道目的是什么的继续前进的感觉。漂流的话，除了它是这个游戏的第二核心玩法，我会尽量在美术上面有给它做一点呈现，比如说背景会飘落叶子，或是会有蒲公英在空中漂流，鱼在水里游之类的。你刚才提到那棵大树，就是你说的场景都是在那棵树的上面，那这让我想到有点像是小时候的童话故事《杰克与豌豆》，有吗？有受到这个影响吗？还是巧合？我觉得我做过那么多游戏场景，我也想过怎么让它变得更有趣。我相信它一定是有多少的一个影响，因为杰克与豌豆那种爬着一棵大树上云上这种东西，我看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所以这棵大树就是算是它的一种不一样的方式的呈现。哦，了解，就是想了解你在整体的设计上面，你是最喜欢哪一块？可能就是美术吧，我自己画了很久，也希望大家都喜欢。除了跟核心玩法有关以外，我美术都会很用心的设计，为了让玩家切切的感觉到这个世界观，还有他们所在的地点。作为本届 IGA 的最佳学生游戏的得奖者，那这份肯定呢，对于你目前的发展或者毕业后的规划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帮助吗？我觉得就是对我自身的一份肯定吧。假如说我以后要去找厂商合作的话，有得这个奖，就是有一种肯定的感觉。你觉得会比较容易找到你需要的资源？没错。那有吗？目前的话，有没有已经有一些可能不同的人来认识你啦，或是？对，真的有，就是因为好像这次得奖，然后就渐渐的开始有一些人找上我，来就是跟你洽谈。对，所以其实 Indie Game Awards 真的是对你帮助很大。对，这是我老实说，以前我不太会接触到的资源，所以我还是挺压抑的。那在就是得奖当下，或者是那天颁奖典礼走上台得到奖杯的时候，你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感觉除了很紧张、很荣耀以外，就是觉得哇，终于走到这一天了。因为我老实说，我做游戏真的做了很久了。大概多久？9到10年，从Scratch 2.0开始做游戏开始，然后慢慢的开始变成到自己写程式，架构全部自己写，然后开始慢慢的专精其他的能力。回头一看，发现我真的走了很远，很久的路。那是什么样子的能量，或是什么样的事情支撑你？就是因为你是艺人开发者嘛，对，你怎么走到今天的？除了我很喜欢做游戏这件事情以外，我也很希望能在这个产业继续活动，所以我认为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就是我该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对于未来的展望是抱持着很大的就是一个梦想跟希望，可以这么说。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好，因为现在你还是学生嘛，应该也有很多学生团体，他们也会就是想要来进入这个产业。你对于他们作为一个就是小小的前辈，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啊，或是建言啊，可以给到这些正在努力当中的学生团队？首先，你要喜欢做游戏，你要真的很喜欢做游戏，因为真的老实说，做游戏很吃亏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真的很难做下去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技能很重要，我觉得可以花时间去专精这些技能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不要想说哦，我像素画只会画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行。我觉得你可以画得更厉害，或是去找一些伙伴来帮助你。还有这点就是，你真的可以去找更多的伙伴来帮助你，这是有帮助的。那你怎么没有就是找更多伙伴来一起投入这个阿国大冒险？我是社恐。你是社恐，那未来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吗？就是想要找一些伙伴加入，找一些也很喜欢青蛙的伙伴来加入，这样，然后让 Smelly Frog 这个不再是你个人的一个代称，而是一个团队这样。我可能最近就有考虑过吧，因为我在社群媒体上有一点流量，然后就突然开始有一些人想要询问我要不要来一同帮忙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想先相信自己，先自己试试看，先自己试试看。但是未来有这个考虑？未来可能会有，也可能不会。
但老实说，我现在单人开发就是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维持现状就好。目前的想法是这样。对。那对于就是喜欢 Smelly Frog 或者是阿国大冒险漂流之空的玩家，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跟玩家们分享啊？或者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多多支持这个作品？非常谢谢这些玩家的支持。没有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会不会继续做游戏。老实说，我做游戏非常的慢，我很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耐心的等待。我也希望这个作品能够以最好的姿态出来，然后也可以带给你们很大量的惊喜感跟乐趣。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因为《阿国大冒险漂流之空》目前还在 demo 的阶段，还没有正式上市。那就是虽然你说你制作游戏的这个时程有点久，有点慢，那有没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有正式版跟大家做见面？可能要等2027末，对，年底的时候就有可能跟大家见面。对，但老实说还是个未知数，因为每次问我都说明年。对，已经被问很多次，已经被问很多次了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今天的专访就到这边。那如果你还是对阿国大冒险漂流之空非常有兴趣的话，就要持续的关注 Smelly Frog 还有阿国。今天的专访就到这边喽。那谢谢 Smelly Frog 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。好，这里先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专访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。也在这边预告大家，2027年的 Indie Game Award 奖项报名即将在今年的7月开放报名啦。那有兴趣的开发者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